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回到你宝贝的指甲频道。这一集我们终于又回到了美甲经营的系列，而这一次要谈的事情是美甲店成本的决策。听起来很绕口，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来讨论一下，在不同收益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用成本来决定是否要继续营业，或者是否要关店。这样简单多了吧？好，如果说各位有兴趣的话，请跟我往下看。美甲店的成本决策，在这边要和大家谈的成本决策，感觉上非常的困难。虽然听起来很困难，可是实际上去看，没有那么的困难。那分成小项目来讲呢，我们都会谈到沉没成本、区分成本的类别、不同收益情况之下的推估，以及成本影响的决策。那我们会用深入浅出的方式把这个大概念 run 过一遍。如果说您是第一次听到这一个影片的话，那请注意，那就是前面呢我们已经拍过2次的影片，分别讲了第一个是美甲工作室怎么开，这一集很重要。如果说你想知道美甲店的状况，请先看完这一集。之后我们又拍过一集叫做美甲店的成本结构，这一集也很重要。如果没有看过美甲店的成本结构，后面的影片你会完全听不懂我们在谈的成本结构是什么，所以也请先看完。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经济学的概念。好了，我知道听到已经傻掉了，那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学理上叫做 sunk cost， 意思就是说呢，它是已经付出，已经付了钱了，而且付出去的钱之后再也不能收回来的成本，叫做沉没成本。用这个名词的意义是，它代表的是过去已经支出了，而且是可以牺牲掉的东西，因为我怎样也追不回来这些钱了，并且提醒我们自己，未来付出的时候也必须要谨慎，因为未来付出的钱如果不小心，它也会变成沉没成本。所以这个概念请牢记在心，等一下的所有内容都会以这个概念为主。开店就面对倒店，很多没有创业的人或者是满怀希望的人，一开店他所希望面对的就是我要赚大钱，好棒棒。好，可是可惜的事情是，开了店之后，我们一开始要面对的就是是否要倒店。虽然说营业额也许很重要，有人觉得我要赚很多钱，可是实际上一间店的成本高低才是决定它生死的关键。当一家店业绩很少的时候，可是如果它成本够低，即使业绩很少，只要成本够低，这间店一样能够持续的经营。所以在市面上以指甲店来说，有做一次指甲4-5千块的，也有做一次指甲200-300块的，这些取决于成本的控制。所以成本的类型影响了整体经营的决策，成本这件事情不得不精通。推估的开店金额，由于下面要讲很多数字的东西，所以我们先做一个假设，那就是假设4个人的美甲店要开多少钱。开宗明义告诉各位，推估的开店金额大约在台币150万左右。那有些人会说，这怎么算出来的呢？那实际上是以我们你宝贝自己的经验回推到，如果开4个人店面要花多少钱。所以这个假设是在你宝贝的情况之下，4个人的店面，装潢大约要花90万，家具桌椅大概花18，美甲器材大概花12，美甲原料大概花30。但这个数字呢，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是看每个人的状况去做取决。例如说像前阵子我看到一个网红，他相关的美甲店，他光是装潢就花了300多万，整个开起来据说他说花了500万。好，可是我们现在推估这间店4个人的只花150万这样子。当然能不能15万就开起来，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就是抓个数字来讨论，千万不要跟我太计较。那在这个开店金额里面呢，美甲店面的18万包含了下面的内容，美甲店面的美甲器械12万包含了下面的内容。同样的，这是假设的内容，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我们给它一个数字让我们好计算。开店费用摊提，刚才前面给了一个150万是开店的开店支出，那开店的支出基本上不能一笔认列，
总不能那一个月就赔150吧？不是，开店的支出需要分门别类去做摊提到之后营业的每一个月里面。那举例来讲，像店面装潢的90万就除以36个月，家具桌椅的18万就除以36个月，美甲器械的12万除以24个月，美甲物料的30万除以12个月。可以注意它每个月数不同。为什么？如果不了解的，请往前面看，我们讲成本结构的问题。总而言之，开店付出的那一笔开店成本，所以说开店的时候那150万，在第一年的时候，每个月会固定摊3.5万。每月成本费用，我们在算经营成本跟费用的时候除了开店的那些钱要做摊提之外，实际上每个月还会产生不同的成本跟不同的费用。这边我把它分开，全部合在一起来算每个月的费用。那例如说像我们刚才说的固定资产摊提3.5万，那房租一个月6万，然后4个人的薪资它属于变动的18万，原物料也是变动的，我们算2.5万。那变动的其他经营费用算6万，所以大概算下来之后，每个月的成本费用大约是在36万左右。每月营收假设，我们既然已经依照你宝贝的经验估出了4个人的美甲店，它的成本应该在哪边了？好，大约是36万，这是一个我们实际上发生的成本的一个估算。好，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不同状况的每月营收会有怎样不同的面对方式。下面我们要举出5个不同的营收种类、不同的营收状况，来分别讨论我们应该要做怎么样的策略规划。月营收50万，既然讲开店，就要讲最开心的事，那就是有赚钱。刚刚前面有说成本36，所以当月营收50万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健康良好的经营状态。你看 Peggy 的脸笑得多开心，就是赚钱的时候啦。那原则上来讲薪资跟原物料大概是20万左右，占4成，房租跟摊提占10万，大概是2成左右。所以在财务上面来说，这间店获利14万，可是在现金上面来说，获利17.5万。大约有3成左右的获利。这边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账上的营收跟实际上进来的钱数字不同呢？那就是因为它的固定资产摊提3.5万基本上是没有付现金出去的，它是在一开店的时候我们就付了，所以这3.5万呢是已经付出去的钱，每个月不会再付了，所以中间才有这样子的差异。那回到月营收50万来看，原则上来讲在一般的店街边的店或者是服务业也好，我们都是追求大约3成左右的获利，能够到营业额3成的获利，就会觉得好开心的啦。好，所以这是我们通常追寻的目标啦。好，那有赚钱没什么好讲的，我们下一个。月营收33万，月营收33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状况。在财务账上面来说，这算是小小亏钱的。在营收33万的情况之下，现金几乎没有进也没有出，所以现金是没有改变的。我们来看一下计算的模式，我们把成本费用摊出来看，可以发现第一个固定资产摊提3.5万，这算是非现金项目，所以我们每个月真正付出去的现金大约是32.5万左右。如果月营收33万，然后我们付出去了大概32.5万，基本上在现金上面是没有改变的，在经营上面当然是持续经营，可是为了多赚钱，要想办法减少浪费。这个时候我们会去检讨变动的经营费用，哪边可以省一点下来，踏一点下来，好让我们的盈余多一点，或者也可以检讨定价策略，把定价定得高一点点，让我们多赚一点点钱，让公司有一个获利的状态。在这边我们可以讨论沉没成本了。在面对小小亏钱的时候，尤其是在讨论这样小亏是否要持续经营的时候呢，我们会想一个事情，那就是因为固定资产已经支出了，所以说它算是已经不见的了。在短期之内，我们可以无视固定资产的摊提。好，首先无视它，因为出去了嘛。所以呢，每个月现金支出的部分是32.5万，最底线那就是呢，只要这32.5万可以被应付，那么这间店就很值得继续经营，而且是不用这么担心的继续经营。月营收27万，
这个时候月营收稍微又降了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状况。财务上面来说呢，每个月呢是损失9万元，这一定是亏本经营的。然后净现金流出 5.5 万，我们看一下计算方式。由于总变动成本就是薪资啊、原物料啦、变动经营费用，这些总变动成本是 26.5 万，所以在营收27万的时候，它已经无法满足每个月的现金需求了。月营收27万只能刚好满足了变动成本，但是房租每个月房租6万却无法 cover 掉。在这个情况之下，变动成本可以被 cover， 可是租金成本已经无法负担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属于小赔。那小赔基本上是最常见的营收困境，大多数的店都是处在这个位置上面的。那可是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继续努力，因为变动成本至少是可以 cover 得住，我们的租金已经签了约，所以还是要付钱，我们的装潢也是付了钱的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建议要继续努力。那哪些部分可以着手呢？第一个，宣传，增加宣传的费用，这样子可以让营业额变高。好，再来是降价，大多数时候降价可以刺激客户更多的来消费，这时候可以追寻营业额的最大化。我们在经营一个事业的时候，我们在追寻的并不是把每个服务项目、每个商品都把标到最高价，不是。好，我们追寻的是营业额最高化，或者是追寻的是盈余最大化。那再来是节流，节流大家都了解，就是减少经营的费用，但是这部分我们最后会再提一下，节流不可以乱节啊。再来是减员，减少人数或者是上班时数，因为毕竟只有27万的营业额，这个时候可能少1个人或者是少上点班，这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好，那我们回到沉没成本这个部分来考量小赔的状况。我们刚才说的开店的摊提还有房租是每个月都固定的，在不关店的前提之下，基本上变动成本的 26.5 万是可以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继续往前走，因为摊提跟房租是没辙的，只要你不关店就一定得付。这些沉没成本甚至可以不去考量它，暂时不考量它了，而着手在什么呢？如何降低变动成本上面，好让这间公司能够继续活下去。月营收14万，哇哦，成本36万，月营收14万，这绝对是挣扎求生的状况了。遇到这个时候没辙，因为月营收14万真的太低了，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一定是先员工减半，降低现金流的支出。我们来看一下成本的分配，我们从原本的4个人砍成只剩2个人，同时之间呢，因为客户少，员工少，当然原物料使用也会只剩1半，同样的我们也砍掉一般的经营费用剩1半，所以这个时候总变动成本就降成13万了。喘一口气啊！所以啦，这个时候呢，因为2个人被砍掉，总变动成本剩下13万，在营收14万的情况之下，净现金流出6万，那就是租金赔掉的意思了。这个时候呢，又回到刚刚前面遇到的状况，就是变动成本现在可以满足了，非常好，那都可以继续撑下去，叫挣扎求生。但是这个状况仅适用于什么呢？仅适用于这间公司这个店面刚创立的时候，或者是遇到灾难的时候。就像录影的当下，我们知道疫情的影响，有很多公司，有很多店面，尤其是服务业，它的营业额真是被砍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出相对应的做法，就是把我们的变动成本直接砍半，然后想办法活下去。再回到沉没成本的立场来看这个大赔的状况，我们已经支出的部分是100万的装潢跟家具，一开始150万的装潢跟家具已经出去了，可是这150万它仍然是生财工具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如果抛弃了就没了，就零了。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把它留下来，它是可以在未来赚钱的。所以如果这个时候停止营业了，那就真的是把那150万消失了，咻，变不见。身为一个经营者要做的事情当然是积极的改变策略，好求生。像我们刚才就说了，是不是要把人砍1半，把我们的经营的成本、经营的费用全部砍1半，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去满足调整之后的现金需求。更甚至在像是疫情的时候，有时候还可以跟这个房东商量一下，能不能把房租减少一点点。这也是一个变相的，甚至可以把固定成本都往下荡一点点的状况。
月营收7万。一个4个人在1楼店面的美甲店，他花了150万投资，然后平均来说每个月需要36万。如果这间店它的月营收只有7万，那能做的是什么呢？只有一途，那就是关店，重新规划。因为当你月营收只有7万的时候，其实你的营收只能够支持房租了。哇，那也就是说呢，你开这间店的店面的策略是错误的，当初没有计算好，结果营收只有7万，房租打掉而已，剩下什么都不行。讲到最前面我们讲过的例子，虽然经营策略是错误的，但不代表它不能做。低营收的店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那怎么做？把这个店改成个人工作室。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我深有感触，因为我之前就创过一次业，创的是儿童美语补习班。那个时候我以很大的规模去经营它，发现哇，只赚一滴滴。可是如果我把它改成家教班，那就有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跟我的同事们说，我老板撤资，然后我把所有的学生交给你们，你们把它改成这个家教班，应该可以好好的活下去。这就是一个更改策略去求生的一个例子。好，回到沉没成本的考量，这时候已经算是失败的投资了。这间店其实把员工都砍掉，只剩老板一个人在经营这间店，可是一个人的店面依然会赔到现金啊，因为每个月租金就6万了，剩下的东西不管你有多省，一个月现金流出至少是超过7万块以上。那你每个月至少赔7万来说，一年就赔了100万了。老板一个人顾店，一个人就可以赔100万，这个时候已经没有话说的了，因为这个就像一个船的漏水一样，它已经漏得很严重，你的船会一直往下沉，一直往下沉，是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在这个水平面慢慢的往上浮，慢慢的往上加，这时候才有经营的信心，否则一直往下跌，你的心会没有，你的经营理念也会破坏掉，你所有对待客人的方式也会越来越烂，所以一直不断的赔钱会毁掉你的信心，这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下去的事情。成本的组成很重要，刚才前面谈了沉没成本的概念，又谈了我们一开店就要面对关店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要回到我们这整个影片最重要的核心，那就是成本的组成很重要。我们在开店之前就要做计算，而且就要区分好成本的类别，例如说固定摊提那有多少，例如说固定支出应该有多少，变动成本跟变动费用应该会有多少。经营的情况中呢，我要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无法改变的，例如说固定摊提是无法改变的，已经支出的部分也无法改变，所以在衡量是否要继续经营，或者是否要改策略，是否要加人或是否要减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事情是，它一定要先满足变动成本与费用。只要一间店它的变动成本与费用可以被基本满足，那么这间店就有可能可以起得来。如果说一间店的变动成本已经降到最低了，我们还是不能满足它的时候，这个时候这间店就一定要结束，否则它的是无止境的漏水，无止境的吸金，成为资金的黑洞。这为什么前面拍了一集讲美甲店开店要花哪些成本，又拍了一集讲成本的类别有哪一些部分跟哪一些组成，然后这一边再来讲不同情况之下不同的营收对应的成本要怎么做策略的改变。能够把成本因素摸熟了之后呢，才能够对于基本的营运有基本的概念，才用算的方式去了解开店之后有没有可能赚钱，有没有可能赔钱，以及赔钱该怎么做，小赔大赔该怎么做。成本策略的延伸，其实我们讲到成本策略并不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像刚刚各位可以发现，我们在营收不好的时候就开始谈到要把成本降低，降低变动成本，但是有个很重要的议题，那就是成本降低是降什么啊？好，各位可以发现到很多店成本降低之后就消失了，非常多。那 cost down 是在当什么？ cost down 要当的是不必要的支出，注意是不必要的支出，它不是当你的水准，不是去当你服务或者是产品的水准，这个很重要。有关于这个成本
降低该怎么降，哪些部分可以说，这部分在未来应该会拍个影片来谈一下我们过去怎么样把美甲店的成本控制住，去走过各个不同的危机。这个非常精彩，我也希望在近期之内可以把它拍出来。再来呢，成本策略还有哪些部分可以延伸？例如说产品价格调整的时机，例如说广告跟营业额对比，或者是营收成本跟利润的关系，这些也都是成本策略的延伸。这个系列下一集我们应该是来谈成本降低该降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慢慢的走到营收，谈营收，谈完之后我们再来谈营收跟成本还有利润的关系。今天的成本三部曲就到这边结束了。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想跟我讨论的，或者想吐槽我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就这样，拜拜。